一等就等了25年，还没有等到结果，那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对我们家庭来说的话，这个走的没有理解了。19岁女大学生深夜离校，却从此消失。9天后，2000多块尸体碎片出现在城市多个角落。这些尸体碎片是否属于同一个人？大家好，这里是悬案第一现场，我是路易斯。今天这起案件是中国刑侦史上最令人不寒而栗的一世性暴行，它的残忍程度超乎想象，侦办规模空前绝后，悬案时间已近30年。这就是被中国无数网友称为中国第一悬案的南京大学碎尸案，也被称为刁爱情案。一个刚刚踏入大学校园100天的19岁女孩，在一个普通的冬夜走出宿舍后，永远的消失了。9天后，她的遗体以最骇人的方式散落在南京城的各个角落。这起案件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破碎，更成为一代刑侦人心头的巨石，一个时代无法愈合的伤疤。要理解这起案件的悲剧性，我们必须先认识她，刁爱青。1976年3月，刁爱青出生在江苏省蒋堰市沈高镇刁社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刁二昌一边种着家里的7亩地，一边在柴油机厂做配件工，勉强维持一家4口的生计。家境虽不富裕，但刁爱青作为小女儿，承载着全家人的希望。在同学和朋友们的记忆中，刁爱青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孩。她身高约1.65米，身材适中，长相普通，短发，单眼皮，眼睛有些近视，看书写字都会戴上眼镜。她的右脸颊有一颗明显的黑痣，右耳垂也有一颗绿豆大小的痣。在乡下，老人把这种痣称为苦痣，似乎冥冥之中预示了她苦涩的命运。性格上，刁爱青内向、文静，甚至有些孤僻。她不太喜欢与人说话，更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看书。高中同学潘秀丽回忆说，刁爱青很普通的一个女孩，有点孤僻。另一个同学吴小杰形容她样子看起来有点像假小子，其实特文静内向。但这个内向的女孩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她热爱阅读，平时省吃俭用，攒下钱就买书，把书当成宝贝。她喜欢王杰、齐豫等嗓音忧郁的歌手的歌，常哼唱评剧。一个有趣的细节是，这个字迹娟秀的女孩有时候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更复杂，刁爱青。刁爱青的求学之路并不顺利，连续2年高考失利后，1995年她终于收到了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现代秘书与危机应用专业成教脱产班的录取通知书。对农村家庭来说，考上大学是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刁爱青的成功让全家人欣喜不已。1995年10月初，19岁的刁爱青在姐姐刁爱云的陪伴下，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南京这座陌生的大城市。姐姐后来回忆说，没花钱，没费事，就把学上了。她欢欢喜喜地把妹妹送出农村老家，却没想到100天不到，人就没了。时间来到1996年的1月，南京的冬天寒冷潮湿，距离农历新年只有1个月的时间。1月7日是星期日，也是刁爱青高中同学潘秀丽的20岁生日。几个老同学聚餐，刁爱青像往常一样没怎么说话。当晚和潘秀丽同住。次日，他回到了南京大学，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同学们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他。1月10日星期三，这一天看似平常，却成为了中国刑侦史上一个刻骨铭心的日期。傍晚，刁爱青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南院4舍的宿舍里，据事后了解，当时同宿舍的女生违反学校规定使用电器，作为宿舍长的刁爱青也因此受到处罚，心情不好，她决定外出散心。离开前，刁爱青做了一个令人费解又心碎的动作，她仔细铺平了自己的被子。这个细节似乎表明，这个女孩一开始并没有外出的打算，
他以为自己很快就会回来睡觉。刁爱青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这是姐姐刁爱云工作后买的第一件衣服，穿过2、3年后送给了妹妹。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姐妹俩的衣服总是那样轮流穿。她独自走出宿舍，消失在南京冬夜的寒风中。随后的目击者称，在靠近南大附近的青岛路看到了刁爱青，从她的装束来看，没有任何异常。然后她就彻底消失了。接下来的9天里，南京城风平浪静。刁爱青的室友们发现她数日未归，立即向老师汇报。这位老师社会阅历丰富，感觉一个刚入学的外地女生突然失踪，恐怕凶多吉少，立即联系学校保卫处。南大保卫处联系了刁爱青的父亲刁日昌，确认他没有回家后，赶忙向南京警方报警。但此时已是刁爱青失踪多日以后，他的父亲后来一直无法释怀，为什么孩子失踪9天了，学校才通知家长？他一次又一次地设想，如果学校及时发现，女儿会不会不会遇害？1996年1月19日，南京下了一场大雪。清晨，城市尚未完全苏醒。一位清扫大街的老太太，在南京最繁华的新街口附近的华侨路，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她打开袋子，看到里面有着500多片煮熟且码放整齐的肉片。起初，她以为是谁丢弃的猪肉，便带回家准备清洗食用。但在清洗过程中，她惊恐地发现了3根人的手指。老太太吓坏了，立即报案。警方迅速赶到现场。南京城内陆续发现了多包碎尸，水左港路、龙王山、教分桥、南大天津路校门、体育场、汉口路医院，这些抛尸地点有的在闹市区，有的在相对偏远的地方，所有尸块都被包裹在提包或一条床单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法医的发现，尸体在煮熟以后被切割成2000多片，刀工十分精细，码放整齐。一位当年参与侦查的警官回忆说，每块都切割得很小很整齐。从凶手碎尸的手法来看，应该是比较专业的，对解剖知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亲眼看到过死者的手脚肢解得很整齐，而且死者的头和内脏都被煮过。建国以来，中国还没有出现过如此残忍、手法如此专业的碎尸案。即便对专业丰富的法医来说，这样的场景也足以造成心理创伤。据受害者家属回忆说，当时一位公安局的领导劝阻他们看遗体最后一眼，理由是太残忍了。由于当年 DNA 技术还没有普及应用，法医只能通过尸体上的体毛特征、肌肉纤维等确认死者为女性。尸体毁坏如此严重，根本无法辨认相貌，警方一度无法确定受害者的身份。1月21日，扬子晚报头版中缝刊登了一则认尸启事。1月19日，我市发现一具无名尸体，女性，20岁左右，身高1.6米左右，体态中偏瘦，眉毛浓郁，右面颊有一颗黑痣，右耳垂侧有一颗绿豆大小的黑痣。在警方为确定受害者身份而苦恼时，刁爱青的室友们站了出来。尽管警方顾虑这些不满20岁的女孩无法承受如此恐惧的景象，但刁爱青平时性格温和善良，人缘很好，室友们对她可能遇害感到极度的悲痛，竟鼓起勇气来要求辨认尸体。据描述，3个女生来到了刑侦队停尸房门口时，一个女生已经被吓得双腿发软，无法行走，只能留在门外。另外2个女孩走了进去，其中一人刚看了一眼，就因过度恐惧而当场尖叫后虚脱，被女警察扶了出去。另一个最大胆的女孩勉强看了2眼，也冲出房间弯腰剧烈呕吐。但正是这个女孩辨认出了刁爱青身上的一个重要特征，从而确认了遇害者的身份。几乎与此同时，在南京大学的宾馆里，48岁的刁日昌呆呆地坐在房间里，
看到了当天的《扬子晚报》上的认尸启事。他对走进房间的女婿郭春花说了3个字：人没了。在此之前，1月20日那个漆黑的血夜，6辆警车已来到了刁家所在的沈高镇，连夜将一家人接到南京。在南京花桥路派出所，刁爱青的姐姐刁爱云和丈夫被单独安排在了一间会议室。丈夫郭春华一度以为警方把他们当成了嫌疑人，直到他看到了大黑板上写着119碎尸抛尸案。黑板上图文凌乱，其中一处标注着新街口，南京城最为繁华的闹市区。就在前一天清晨，这里发现了第一批尸块。警方正式向家人通报了刁爱青遇害的情况，家人提出想见最后一面，但被一位公安局领导劝阻。家属在南京待了4天，刁爱云记得母亲一直在哭，父亲则没有流一滴眼泪，整个人就像呆了一样。随后刁家人被送回蒋岩，让他们回家等消息，哪想一等就是20年。对刁家来说，1996年是破碎的一年。前一年11月，刁爱青的爷爷去世；12月，姐姐刁爱云出嫁；1月，小女儿飞来横祸。到了2月春节，新婚的刁爱云和丈夫年30就冒着大雪骑车赶回老家。年夜饭上4人围坐，却久久无话。从那时开始，家里没有一件高兴的事。刁尔昌开始经常失神，一坐一天，一动不动。而刁爱青的母亲从此多年以后，每当在街上看到穿红衣服的女孩，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有时恍惚间，她以为是自己的女儿回来了。案件确认后，南京警方立即展开了南京市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侦查行动。轰轰烈烈的查了几个月，保卫处、居委会、公安局全都在查。南京大学老校工周师傅回忆说，他因为单身一人住在学校，成了重点排查对象。来了4、5个警察，把我家的厨房和厕所都摸了个遍。根据凶手的碎尸手法，警方曾一度认为凶手的职业是医生或屠夫，并对符合作案条件的这2类人群进行了广泛的排查。后来排查范围进一步扩大，警方根据抛尸地点推测，凶手应该就住在大学校园附近，而且很有可能是骑自行车进行抛尸。抛尸地点大多集中在闹市区，多达5、6个地方。凡是在抛尸现场出现过的人，比如说垃圾箱，只要倒过垃圾的人，我们都会逐一进行排查。然而，案件的侦查面临着巨大困难。受害者是一个刚从农村来到南京仅100天左右的年轻少女，社会关系几乎是0，她很难说有什么仇家或情敌，也没有多少积蓄，作案动机成谜。加上这名女生比较内向单纯，交际并不广泛，这给警方的调查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当年南大校内先是小道消息流传，随后正式贴出了被害女生的照片，所有学生都要接受调查，提供事发当晚不在现场的证人。警方还曾悬赏通告，公布了涉案的几个提包和1条硬化床单，希望市民提供线索。但尽管限定破案的日期过了，案子却毫无进展。案发后，专案组进驻南京大学，附近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受到了盘查，直到案发后3个月，专案组才撤离南大。南京全城也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那时候女生都不敢剪短发。刁爱青的高中同学吴小丽当时也在南京读书，她说事发后校园里人心惶惶，传说凶手专挑红衣短发的女孩下手。时间流逝，南京大学碎尸案逐渐成为一桩悬案，但从未被遗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这起案件在互联网上不断被讨论、解读，甚至被全民侦查。每隔几年，网络上就会掀起一场南大碎尸案的破案潮。网络上出现了各种猜测：暗恋、急恋、重金属音乐、吸毒者。这个原本普通的苏北女孩被演绎得愈加虚幻。刁爱云曾无奈地说：“网上说这说那，其实我们对这些一无所知。”对于刁爱青的家人来说，网络上的猜测狂欢与他们的真实痛苦形成了鲜明对比。
刁爱青没有墓，家人也不知道他的尸骨在何处，尸体也没有能见得着。刁爱云时常觉得恍惚，这20年就像做了一场梦。日子照过，事情不说，小女儿的事儿成了刁家的禁忌，没人会提。但它就像扎在肉里的刺，尖锐而顽固。有时正看着电视，偶然换了警匪片，全家人就会陷入沉默。案发后，刁爱云因心理压力过大而流产，其后2年都没有能怀孕。痛苦之中，她信了教，希望能从教育中找到解决现实迷茫的办法。刁家人也承受着流言蜚语的伤害。刁爱青的高中同学李举月时常在单位听到人们揣测刁爱青，说她漂亮风流。他气不过，拿着刁爱青的照片前去理论。他们都是瞎说，爱情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女孩，很内向，喜欢看书。2010年冬天，已被确诊为股骨头坏死的刁日昌，因家境困难，难以承担手术费用，来到南大寻求帮助。他在保卫处坐了1宿。次日，校方给了他1万元，但同时提出让他打个收条，写明以后不再找学校。刁日昌亲笔写下了这张收据，但他觉得有些心寒。我一个农民，案子迟迟没破，我不找学校，我找谁？2016年1月，网络上出现了一种说法：1月19日是南大碎尸案20年追诉期的最后一天，此后即使抓到凶手，也无法追究刑事责任了。但很快，1月20日，公安部侦查局在官方微博辟谣，南大碎尸案永远追查到底。法律专家也指出，我国刑法规定，在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后，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期限限制。这起案件已被追查多年，不可能因为追诉期限而停下脚步。2016年9月7日，刁爱云再次来到南京，向警方询问妹妹遇害的侦办进展，得到的回复仍是案件正在侦办中。而20年前，刁家听到的也是这个答复。尽管等待漫长，但刁家人似乎已经与过去和解。受宗教影响，这家人似乎已经没有了仇恨。刁爱云说：“把凶手枪毙了，又能怎样？我的妹妹能复活吗？20年过去，正常来讲，凶手也应该有了自己的家庭，不能为了惩罚他，又把这个家庭破坏了。如果他内心有忏悔，有悔罪，我们宽恕他。”刁家人相信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知道南京警方其实20年来一直未放弃对此案的侦查。刁日昌说，这是他这么多年唯一感到欣慰的地方。1998年，刁爱云一家迎来新生，他的儿子出生了。这个小家伙的诞生让家里有了久违的笑声。刁日昌夫妇的注意力因之转移，2位老人细心呵护小外孙的成长。南京大学碎尸案不仅是一起悬案，更是中国刑侦史上一个深刻的烙印。首先，它暴露了当时的校园安全管理的漏洞。受害者失踪9天后，学校才通知家长，错过了最佳侦查时机。此案发生后，全国高校普遍加强了校园安全管理，特别是对新生和女生的保护措施。其次，这起案件推动了中国刑事侦查技术的进步。1996年，DNA 技术在中国尚未普及，法医只能通过传统方法识别尸体。此案后， DNA 检测技术在中国刑侦领域得到了快速推广和应用。今天，如果有类似的案件发生，警方可以通过 DNA 数据库迅速比对，确认受害者身份。从1996年到今天，30年过去了，南京这座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南大碎尸案依然像一根刺扎在城市记忆深处。刁爱青的家人仍在等待一个答案。他的姐姐刁爱云在2016年曾说：“人能有多少个20年？我这一世还能不能等到答案？”警方仍在追查，公安部永远追查到底的承诺，是对受害者家属的慰藉，也是对法治精神的坚守。这起案件提醒我们，在罪案的背后是鲜活生命的消失，是家庭永远的创伤，也是社会必须面对的黑暗面。
追寻真相的意义不仅在于惩罚罪犯，更在于对生命的尊重、对正义的信仰，以及防止悲剧重演的决心。南京大学碎尸案，这起中国第一悬案，至今仍在等待它的答案，而每一个关注此案的人都在参与这场未完成的追寻。别忘了订阅频道，我们下期再见。